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前有被投资人女儿抢走角色，无缘出演《家有儿女3》的杨紫，待播剧一箩筐，男主是王鹤棣、陈晓、任嘉伦、肖战、徐凯等。当红流量男演员的王楚然，后有本该在《舞动乾坤》中出演殷欢欢，官宣时被演员表除名的金晨。理非正而得，倒非变而存。彼时所有人都在心疼金晨，都在为娱乐圈的潜规则愤愤不平。可谁又能想到，曾经被可怜的那个人会变成自己最痛恨的样子？2月20日，金晨开直播给小白道歉了。这不熟悉两人关系的吃瓜小伙伴觉得一下起猛了，有点措手不及，这是何错之有啊？一直磕的 CP 不是白敬亭和宋轶，偶尔金晨和胡夏吗？这两人什么时候也扯上关系了？原来这次道歉是因为金晨回应白敬亭首映礼放鸽子事件。在孤注一掷宣发期间，金晨曾邀请白敬亭参加自己的电影首映礼，结果到了首映礼当天，主持人没有收到白敬亭缺席的通知，喊小白的时候才发现白敬亭根本没有到现场，让台上一众人马都很尴尬。在这次直播中，金晨直播澄清了白敬亭放他鸽子的事，表示之前就知道他不会来，也告诉主持人了，但主持人忘了，所以才发生了那一幕。还在直播中鞠躬向白敬亭道歉，并呼吁大家理智追星。很多网友赞金晨，说是真朋友，在关键时刻算是帮了白敬亭一把，帮他抹掉了孤注一掷首映礼没有出席的黑点。不过为什么感觉品出来不太对味？随着春山学热度的不断发酵，白敬亭这波流量攒得有点无厘头。即使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完全可以解释得清楚，就是换一件衣服的事情，然而却就是苍白到没有然而。网友第一个心疼的就是同台的魏大勋，魏晨哭一下，并发起了一场保卫战。估计原因是春山学的2件衍生支线导致魏大勋确实特别无辜。第一件就是白敬亭直播粉丝让他分享彩排趣事，白敬亭工作人员提到了魏大勋彩排掉扇子，这波提同事彩排失误被算作了春山学的新教材。第二件是有网友扒到后台采访3人时，魏大勋说到有时候会出现各种痒的事的话题时，主持人让魏大勋和魏晨展开继续说，白敬亭轻轻地说了句有些事差不多就行了啊。魏大勋当时一下就严肃了起来，立即转换话题。很多网友为魏大勋鸣不平，感觉他被白敬亭狠狠拿捏了一把。然而小白如果觉得自己是开热度之王，那就太天真了。2月13日，谢娜继续贴脸开大赚了一波人品。她采访春山3少的视频流出到网上，乍一看好像感觉是要帮小白把事情解释清楚了，但是实际上却是把主角往死里坑了。视频中，上春山3人组合着装不一致，谢娜发出灵魂拷问：谢娜，彩排和今天穿的怎么不一样？白敬亭支支吾吾：我和魏晨换衣服了，魏大勋没换。谢娜紧追不舍：怎么换的？时间这么紧迫，难道是穿了3套衣服？针对谢娜的正面刚，她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好评。谢娜在娱乐圈摸爬滚打27年，怎么会看不出白敬亭那点小心思？最后杨迪为了让场面别太难看，还是为大家借坡下驴，说艺人也没有卷到这种地步哈。白敬亭的表情真的很好品。其实京城过年的这波热度已然是不少了。尖角钟楚曦、侯文媛情人节官宣恋情，他就被拍到和胡夏电影院来个暗恋文学。刘大锤还公开了胡夏见金晨父母的细节，表示胡夏今年是在金晨家过的年，胡夏是年前来的北京。到了北京，看他手里提着一瓶茅台，去到一个别墅区，然后助理给他送到那就都走了。当时胡夏推着行李提着好酒就直接进了别墅里面，那个别墅是刚装修的很新。到了晚上，金晨和胡夏一起出来遛狗，当时就确定是金晨新买的别墅。2人遛完还发现家里有位老人，那位老人是金晨家的长辈，说明这一段恋情家里人是认可的。之后又被拍到金晨胡夏逛庙会，重点是几乎都已经实锤的事情还要拿出来继续攒热度，否认被胡夏暗恋，好吧，遣词造句错了，是明恋。加上之前金晨上恋综女儿的恋爱，开席3分钟对张继科32次，还忍了11次。随后的变脸剧本令无数网友肃然起敬，立起了敢爱敢恨的御姐人设，圈了好一波路人粉。金晨对于娱乐圈的操作是真的懂，
这次在关键时点站出来，毕竟孤注一掷的首映式已过那么久，大家可以细细品。两人其实早在上综艺现在就出发时，还被范丞丞无意间吐槽过，你们两个在剧组南来北往不说话的吗？当时两人表情尴尬的否认，眼神意味深长。还有好事网友发现，前有金晨替白敬亭道歉，后有制片人评价白敬亭，现在站出来帮白敬亭说话的几位都是南来北往剧组的，这波热度算是给够了。如果剧扑就真是付不起的阿斗了。不过换位思考，娱乐圈谁不想要热度？别说明星为了热度想尽办法，素人也经常为了热度挤破头。2月22日，有消息传出，电视剧《南红》已在重庆开始拍摄。白敬亭被目击在父母的陪同下加入剧组，期间他一直戴着帽子，面部被遮挡得较为严密。有传言称，他的父母目前对他的状态感到担忧，因此这次不同寻常的陪同他进组。小白也并没有做什么大逆不道、伤天害理的事情，只是攒热度的手法确实还有待商榷。大家可以适当释怀，得饶人处且饶人，口下留情才好。说回到金晨，恋情风波还未平息，32岁的金晨就又双若以上热搜了。一舞动人心，说的大概就是金晨了吧？浪姐舞台上，她的优美婀娜妩媚，让台下的黄教主一度失去表情管理。1.71米的身高，丰腰翘臀有腹肌，讨喜的性格，嫩到出水的皮肤状态，让金晨在一众美女明星中闪闪发光。后来的红毯表现更是镜头的焦点，白色礼服温婉纯洁，绿色礼服复古优雅，红色礼服明媚艳丽。很少有艺人能抗住央视的镜头，可那时的她毫无畏惧，还凭着一身什么也没露的连衣裙，生生艳压同台的李沁、大幂幂一头。毫不夸张地说，颜值身材吊打大半女星的她，参加几次活动就被人夸了几次，人气居高不下，喜欢她的人越来越多。本以为属于她的春天就要来了，没想到风光过后却是满屏的嘲讽。整容整的吧，打针打多了，做嘴角上扬失败了。面对这样的恶意，别人躲都来不及，唯独金晨正面迎上去回怼留言：要是有一天我的嘴巴不歪，我就不喜欢了。不仅晒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还大方承认了嘴巴歪的事实，连嘴角翘起的弧度也跟现在一模一样。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可在金晨挨骂的时候，一向以爱说真话闻名，公然质疑周迅的台词，怒斥张萌整容，声称3金影后凭观众缘就能拿到的余证站了出来。这世上所有美女的嘴都是歪的，我只喜欢歪嘴的美女。管之琳、童瑶、陈怡蓉、薛佳凝、何琳，哪一个不是歪歪嘴？哪一个不是美的各有千秋，美的各有特色？还有什么比这更直接的？还有什么回应比这更硬核的？一时间20万网友的点赞，把金晨送上了热搜。当初那个关于整容不当导致嘴巴歪的传闻也不攻而破。万万没想到，刚刚靠着浪姐翻身，就凭着综艺上的低情商表现上了热搜。一档恋综中，金晨和柯柯是约会对象。有趣的是，一个从妆容、衣服直接精致到头发丝，另一个大拉拉穿着短裤赴约。或许是男嘉宾没有主动帮女士拿行李，没有正视这场约会，全程瘫在椅子上的不注意形象，一系列的行为让金晨有些失望。所以到了最后的互相评分环节，他毫不留情给出了60分的及格分。连金爸爸也是满脸不快，浑身上下散发着 XXX 别来沾边的信息，眼看着交流没有回应，眼看着这段感情被掐灭在开始之后的金晨似乎放弃了跟男嘉宾谈恋爱的想法，什么形象全被他抛之脑后。跟喜欢的人吃饭是樱桃小口，跟张继科吃饭嘴巴有多大张多大。面对男人撒娇的不爽，用大舅这个称呼打破所有暧昧，聊天时所有的厌恶直接写在脸上，开车被唠叨直接让人闭嘴。要知道这可是头顶光环，被无数球迷喜欢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金晨这个态度难道不怕被骂吗？果不其然，节目播出后，无数网友对他进行了各种言语攻击，说他看人下菜碟，说他情商低。直到张继科以为还不上赌债，把前女友私密照递给债主，让债主找大甜甜要钱一事曝光。如果不是大甜甜够硬气，直接把人告上法庭，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网友心疼大甜甜遇人不淑、破马渣男的同时，连带着金晨的风评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哪里是不尊重人，这哪里是什么情商低？灰眼变渣男，火眼金睛，这不就是人间清醒吗？尤其是在吐槽大会坦白参加恋综的想法后，这个名声更响了。谈恋爱嘛，没坏处，谈成了多一个男朋友上情侣综艺，谈不成参加下一季，怎么着都能再接个活儿。彼时网友对他的印象还是跳舞好、没什么演技的流量小花。桃李杯舞蹈大赛上那一段傣族舞，明明跳的是同一个动作，一袭红衣的他，挥手、垂眸、莞尔一笑，都是比别人亮眼。雨幕中的她翩翩起舞，美如画中仙子，浑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可到了大荧幕上，当初的风光无限，逐渐变成了一片骂声。演女1号，不知是狗啃刘海的锅，还是输给了人设。自从疯批萝莉岳绮罗出现，纯洁善良的月牙就成了被艳压的那一个，也因为身材太瘦，夺了个大头娃娃的称号。或许是为了追求完美，如今的金晨美则美矣，总有些不自然的客气感。至于为什么，懂的都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凡事都讲究一个度，一味的追求锁骨放硬币、A4腰、漫画腿大可不必。如今的她不过32岁，正处于女演员发展的黄金阶段，一切还来得及。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